Hello，大家好，我是蛋黄酱，各位请秀出你们的才艺吧！哟，Hello，大家好，我是严科。大家好，我是一涵。大家好，我是文成新。大家好，我是新胜。大家好，我是林生浩。哇哦，今天有2个人感觉背景挺好看的。对，那肯定的，那肯定啊。你俩干嘛去了呀？我们2个去那个翟先生山玩了会儿。对，然旅游了，泡温泉是吧？对啊，放松一下。我天哪，我觉得这个就真的特别适合拍成一个综艺，你觉不觉得？啊，拍综艺？对啊，今天我们不是聊综艺吗？我说那不行，那个泡温泉，你那个，那你泡温泉也可以拍综艺呀。恋综吗？是那个什么恋综？就是旅游综艺，就是旅游综艺啊，就是旅游综艺。来，我们的事儿就是在综艺里边都不能看到的事儿。呀，我们的事就在大山里面都不能寻找的事儿。呀，我们的事就是看你们在大山里边说事儿。我们的事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有素质。老哥，我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来，定。我们的事就是今天一起来录节目的事。哇哦，林轩浩每次都给我压得非常好，就直接又压回我们的主题了。既然今天我们说的是聊综艺这件事儿嘛，那综艺的话，平时大家有看综艺吗？有的。有，比如看哪些？宝宝兄弟啊什么的，还有那个还看了我有哥哥嘛，这个是个大综艺，是吧？对，大综艺。还有呢？还有一些外国的那些，就虽然说记不住名字了。你说一下形式，记不住名字，你说一下是什么？就是像是那种恶搞那些艺人的，你明白吧？啊，我知道，最近在某什么短视频平台，我觉得贼火的，就我老刷到，就一堆恶搞的，什么要么就是有100个人追一个人，然后看他什么反应啊，或者有个球啊从天上掉下来。就是我知道这个，一般都好多都是日本的弄的。就是那为什么国内没有呢？伤不起。那如果让你去参加这种综艺，你可以吗？我肯定愿意的喽。我举个例子，我先举个例子，就是你俩躺床上，突然就从天上就倒下来一盆水。只要不是太恶心的就行，就是你那个人的心理跟那个能接受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对，那就有点害怕，其他都还好。严科就直接击毙你。来。刚才还继续回到这个，我们聊综艺这件事儿。除了这几个，严科说了恶搞的，那个算综艺吗？最近在网上刷到那个扇耳光大赛那个，这是啥呀？你们没见过吗？就是一直互相扇耳光，他那抹那个眉粉是吧？我没看过，我真没看过，他是啥呀？他最后是怎么赢啊？这玩意儿？就是把别人扇服了就赢了，然后赢了可以拿钱。哪一种扇服啊？就是我觉得我疼痛了，就是顶不住了，然后就认输了，然后就要不就是扇昏了，就昏头了，然后就赢了。你这个叫奇葩的比赛，我觉得应该还不算综艺吧？综艺呢？刚才讲那个就是回答问题赚钱的。我知道。还有完成任务，就是什么踩在那个什么蠕虫里面。你说这个综艺感觉是我小时候看的，你们现在这个年龄应该已经没有这种综艺了。我感觉它第一个线有点像那个开门大吉，你知道吗？对，开门大吉现在还有，以前还有幸运52。对，就这种我们小时候看的，你居然看过我们小时候看的综艺啊，小胖？不是，他是国外拍的那种，就踩到那个蠕虫里面，就奖金多少，然后又是鳄鱼池，什么什么的，好多国外的，就是有点像那种智勇大冲关啊，那种男生女生向前冲这种。
有点类似。那一涵呢？我就平常看《向往的生活》这种。你确实蛮符合你的气质，我觉得你特别适合一涵的，就是这种在大山里边养个猪啊、放个牛啊这种。对，我觉得就很美好，很自由，我很喜欢这种感觉。那如果把你扔到这种环境生活1年2年，你能接受？ 1年2年有点困难，就是去那儿可以体验一下生活。现在不是有个综艺挺火的，叫《种地吧少年》，不就真的是给他们放到那个地方啊？有至少半年吧？对，有看，你看了？对，就这种种地的生活，你挺喜欢的。对，挺喜欢的。OK， 那林轩浩呢？我喜欢最近看《奔跑吧兄弟》，这是第几季了？这个《奔跑吧兄弟》都已经，我也不知道，反正1万就最近在看，吃饭的时候。OK， 那我们说到外边的综艺啊，我们拉回来，就是我们你们自个儿拍的综艺，哎，哪些是你们喜欢录制的类型？那肯定是舒服的喽。不是，那你得举个例子，那么多是吧？你们录了这么多，哪个你是喜欢的？就举个例子吧，那个在外面那个吹风，那个吃东西的时候就很不好，太冷了，你知道吧？哦，我都忘了有我的伙伴这个节目了。我说的是喜欢的啊！你们先说喜欢的，那就是民宿了，民宿就 OK 了。就住民宿是你喜欢的，就这个环节是你喜欢的。不是，他就喜欢那个温泳池。那个游泳池好玩的喽。你就喜欢那个泳池啊？就这个环节。不，大家可以一起玩，你知道吧？怎么玩？这个就是比较好，就是在外界条件没有那么恶劣的情况下，我其实觉得，问题都不是非常大。你给个具体的做某件事儿好不好？就是那么多综艺里边哪一个环节你是最爱？哪个环节？哦，你说是这种环节啊？我觉得吧，那种竞争的那种，就追逐的那种。追逐的。对，就撕名牌那个，好像那种撕名牌很经典的啊。因为你是觉得你在这种环节肯定是不是会被撕的，而是肯定是可以坚持到。不是，我是认为，我觉得这种环节就非常有竞争力，你知道吧？就非常想动起来，可以玩起来。然后可能束缚没有那么多，你知道吧？那我们自己有这种节目吗？我们没有那么资金。来下一个一涵。我很喜欢那个什么环节，我很喜欢竞技环节，我很喜欢就是比如像开冰上开那卡丁车，我很喜欢那种环节。你喜欢这个环节？那不是你这个竞技，你的意思就是和别人比赛卡丁车呗？也不光是比赛，也是另一方面，也是我很喜欢这种东西。对，那个文成新，我想一下，那个吧，那个比较搞笑一点的，就那个嘴里包着水做游戏的这种吧。哎，我发现了文成新贼喜欢这种就是另一方不舒服的这种游戏形式。什么？这有什么让另一方不舒服啊？你嘴里边包着水，是不是和对方面对面？然后比如说你忍不住笑着就呲他一脸这种。那他不得也呲我吗？就是反正有一方是不舒服的嘛。对呀，那都不舒服呀。那为什么叫我让别人不舒服？你曲解我。这个吸管吹蟑螂哦，你是不是要搞那个？那个别的猜到了。真深。怎么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不是又该睡觉了？你看见天越来越黑了。现在就喜欢我有哥哥了，开局发钱的那一段，抽红包。不行，我一开始那个时候我以为真的有5000块钱，结果是50，别说了。但那个小数点很小，好吗？那个小数点根本没打。对呀。那你喜欢就是你们自己拍过的所有综艺里边哪个环节是你喜欢的部分？就我们拍过的所有环节吗？对，哪个是你最爱的？我喜欢密室逃脱环节。追求刺激。但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起不到什么帮助就只会跑的那种，对不对？一看就没看，你知道吗？怎么跑啊？真的是
一点都不怕那个鬼。你怎么不怕了？你假粉丝，你看没看？你绝对没看。那是后期剪的，你不怕，实际上你当时是吓惨了的。你不要在这装了啊！明明我不怕的。他怕吗？你们说他怕吗？当时？不要搞了，你们下次2个去密室 battle 一下好了。他怕坏了，看到鬼就直接蹲下抱着头。OK，在林轩浩，就是我们自己拍的所有综艺里边，哪个环节是你最喜欢的？我觉得那个冲浪，之前拍那我有哥哥那冲浪。哦，是那个冲浪，确实你确实挺厉害的，你比一涵厉害多了。就一涵厉害多了，我们2个差不多，其实就是感觉林轩浩就2、3次趴在那板上就直接能站起来了。那是他害怕，他就不敢动。运动天才，你们是真去冲浪？对，我们在那个海边冲的浪。那个水流是吧？那个。对，我以为不是，我们在海边冲的浪，我们在海边，然后那个水特别咸。我们坐的直升机回来的。你有这个钱，你还在这儿？哎呀，你还不信啊？我真醉了。我们本身可是要坐游轮的，好吧？我们本身是要坐游轮的，但是因为那个鬼天气，他没有让我们坐游轮，我们只好坐飞机。哎，真的，他俩本来是要坐游轮的，而且当时他俩海陆空是啥？是整个都是室外的，坐那个外滩的游轮。我天哪，钱都给他们交了，然后现在也取消不了，现在那个游轮的票还在那儿，所以那个林轩浩喜欢的是冲浪这个环节啊，就是因为自己确实比一涵是冲浪是稍微那么厉害丢，但是只是觉得当时录的比较开心，对，然后那个比较真实。其实刚才说我们录这么多，包括你们的那个综艺，我们，然后呢，还有我的伙伴啊，还有前面一大堆你们说的那一堆，其实他幕后有很多事儿都是没有记录下来的，对不对？是的。对，比如刚才林轩浩说的，你们冲浪这一趴，其实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整个后期都没剪进去的，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说一下。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哦，那我就提一下吧，就当时有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小妹妹，然后就来，我要开始发言了。就是那个就那小女孩，她就是怎么说呢？我看那些弹幕都说那个小女孩怎么样好厉害，但其实那个小女孩就是在故意搞我跟一涵。那个小女孩，她站着她划过，她就搞我们2个，她就是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她就很厉害。你知道吧？我们2个就跟2个呆瓜似的，就站那儿不动。那个小女孩蹭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嘿，演的她可厉害了，你知道吧？她搁那炫耀，给我们滋水。对，然后我们在那趴着，她这右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那个水刷往我们脸上搞，我真醉了。她是不是最后滑倒了？那个小女孩，她在这还没滑倒，她还很厉害。她有一下是要滋水，往我身上滋水，然后她滋没滋对，然后她自己把自己滋倒了。对，你跟我讲过，有那个视频。你们难道没有怀疑过是我们去让这个小女生给你们增加一些难度的这个设定吗？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可能。真的吗？你们没考虑过这种事儿吗？我觉得咱也没那必要。不可能，没那必要。其实我真的跟你们讲，对于一个真人秀来讲，最怕的是啥？就是太一帆风顺了。就你如果太一帆风顺了，其实怎么作为导演他都会给你搞点事儿进去。OK， 这是一个事儿。来，你们说一下其他的。严科，快点啊！哎呦，很好啊，就是那个，我们在民宿游泳那个，当时他其实都拍到那个游泳池那个画面了。到后面他那个不知道这个第一个是播不了啊，第二个是我们是基本上节目组安排的一些活动已经搞完了，但是我们想着，因为当时那天是最后一天了，好像对，最后一个晚上。然后大家也都有点睡不着，你知道吧？就在兴奋，对，又要回去了。然后看那个游泳池，然后把那个布掀开，都在里面玩。我林教严哥在那待了
是的，3个小时多。来，那个申医生说一下。其实我们玩那个密室的时候，其实拍了很久，那剪出来只剪出了20多分钟的样子。这是剪辑问题了。对，那是为了，就是因为你太害怕了，为了体现你那个不害怕，所以把你害怕的镜头都给你剪掉了。牛。对，你看你自己都承认了。我问你们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真人秀就是蛮真的嘛。但是我觉得还是得给大家就是稍微泄一点密，就比如说你们早上要从床上起来这一趴，是你们化完妆回去躺回去重拍的，还是真的就直接这样起来的呢？哦，这个我有哥哥，这个我记起来了，他是一开始叫我们起来打了个底，然后让我们装睡，其实但我好像睡着了，直接我就真的睡着了。但那个因为什么，我们的伙伴那个起床，我们是真的直接起来的。对，他是放音乐，他就一直吵，那个是没打底。对，那个是直接起来的。是，他那你们什么 iPad 还定闹钟啊，想都不想一下子。就那个真的就是直接拍的是吧？对啊，那个 iPad 也是真的很真，想都不带想一下的。那如果啊，我们现在话说回来，现在各位给你们这样一个权利，如果让你来做 PD， 就是做这个导演，综艺节目的导演，你会拍哪种类型的节目呢？这个我希望接下来你们聊的这个节目形式就是能非常的完整，就是从前期到后期，就这个节目形式是怎么样的，都给我说清楚，好不好？好，来，第一个来吧，我觉得林轩浩非常有表现欲，来你来。我觉得玩一玩游戏啊，然后出去什么探索啊，然后搞什么运动比赛啊，都挺好的。然后再搞点什么的吃饭啊环节。你具体给这个节目定一个名字吧，然后你想主要的一个大的形式是啥？定个名字，定渴望的生活。然后就是在记录每一天，然后起来怎么样，然后可以去强化一下自己的什么能力啊，去跟小伙伴比赛啊，然后做的东西啊，非常棒。你就是一个慢综，对吧？你是一个人综艺还是一堆人的综艺？我说2、3个就足够了，这种6、7个、7、8个这种太多的人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杂乱，然后就不会衬托出这个缓慢的这个节奏。OK， 这2、3个人是生活在一起，还是他们单线行动？就每天他们都自己肯定在一起啊。就比如说，如果是我们5个录的话，那就是走单线；然后如果就是2、3个人的话，那就是一起。好，渴望的生活，来林轩浩的啊，这个节目就交给你了。来下一个，申医生。生活的渴望，什么生活渴望？你给我换一个形式了。现在慢综有了，我们换一个节目形式。哦，挑战不可能，别熟悉了。怎么个挑战法？就是挑战一些很极限的，蹦极。然后呢？就让你搞一个整套的东西出来，你直接来个蹦极。先是他这就是拍蹦极，蹦极那个前期就是在上面不敢，然后中期又敢了，然后后期然后就跳下去，然后就杀青。他这个，哇，你看到没有？一涵这个就是一个第一集叫蹦极，第2集就叫跳伞。一涵这个是完整的一个故事。哎呀，我来，真是我来，我这个节目，我说了，等一下，我这个节目不让未成年的参加。首先，这是第一个要求，这是第一个条件。成年之后都去考车本。我这个节目是关于汽车的节目啊。然后我这个节目呢，它主要是漂移，就是漂移，你懂吧？就是我这个节目是必须你们要先成年之后，然后考完车本之后才能来参加的。哦，你这个还有门槛，你这个节目。没错。就是不想让我们参加呗，就想
懂了，可以，没问题啊。然后我这个呢，就是要学漂移，就是前期先找教练，然后学漂移，然后学完漂移，你们有一定的程度之后，然后我们几个一起漂，然后漂完再找赛道，然后找那种山路赛道，什么各种赛道，然后就漂就完事。啊，就相当于一个技能的这一个从0到1嘛，对不对？没错，就是从0到1的一个漂移的一个节目。然后，而且我要是有钱，我就把什么那个 AMG， 然后那个 Supra， 然后各种漂移车全整来，哇，帅死！它飞起来了，那快！哇，想一想就美，我的天哪，太爽了！但是意涵这个节目，刚才他一说，我真的脑子里边已经完成一个节目构想。为什么？你想想，现在老多让艺人去什么打电竞啊，然后让艺人之前还有学跳水啊，或者去什么消防队啊，就各种职业都有，真没有让艺人去什么搞赛车的这种。我觉得一做出来，估计贼多。哇，帅死了！我都想到怎么拍了，就是先从那个轮胎拍，然后从那个轮胎拍，然后放大整个车身，然后再放大那个车摩擦的那个烟，哇，直接表演。你这个贼多男艺人都愿意来的哟，你肯定的来那种顶流。我这个节目就叫做你的男神。节目形式可以，我觉得名字有点全腿。我跟你讲，就是要这种反差感，你懂吧？这个节目不错，真不错。这个节目如果有的话，我投了啊！一涵，你好好想想本子。你能投几万？你有钱投吗？你能给我投1辆车就行，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把我那个车，我的那个小鸟汽车，你那个电车它挑个什么烟呀？就跑100公里就要充电的，你还不如去买一个雅迪，你知道吗？我漂个移，我用跑100公里吗？我就绕个圈儿。不行，漂移就得用燃油车。自动挡，你搞什么？来下一个，反正这节目我看好，一涵贼不错。严科来。我是有点那个 copy 国外的一个那个心理学家的一个实验啊，就是先是通过一系列的调查问卷，然后筛选出一个心理就是不太独立的，然后需要依靠家里就比如说父母啊这些的，然后呢就是沟通他们的父母，然后在他身边就营造出一种世界末日快要到来的那种感觉，就是电视机啊上面播放的也是事先准备好的，就是世界末日啊怎么样的。然后这个男的呢，因为他是依靠别人嘛，他也不怎么出去，然后爸爸妈妈回来，然后就带一些那些报纸啊怎么之类的，然后给他就一直给他灌输一只世界末日要来的感觉。然后突然有一天就给他带到一个很大的基地里面，把他放到一个病床上，然后周围全部就是搞成那种世界末日很慌乱的那种样子，你懂吧？你这个，然后来你然后就这么开始了。对，然后就是讲他逃出这儿的过程，然后来检验他，就是怎么说呢，也可以说是人性吧。然后就请很多 NPC，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幸存者也是 NPC， 然后过来跟他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互动。你这个就是《楚门的世界》吗？你们看过《楚门的世界》吗？啊，我知道，你就楚门的世界知道一样的，但是它这个综艺这个类型啊不一样，你知道吧？对，你这个是楚门的世界需要传达的东西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男主的一个变化，你知道吗？是的，和《楚门世界》一样，末日版《楚门的世界》这个也可以，只是这个节目感觉投资会得贵，对，投入会很大，是变形记的那种感觉吗？像但又不太像吧？就是改变一个人，就是对，就想检验他，就是不再依靠父母啊那些的，对，差不多的也有点像。但他周围人全在演戏，你看到没有？他周围全是演员啊！我看过这个电影啊，我知道了。《我的世界》那个谁忘了？是的，严科这个可以，我可以啊，收视率绝对爆表，就是前期的资金启动太大了。但你这个可以做长线，你这个综艺。对啊，但是就怕出事儿，你知道吧？万一那个男主拿了什么利器。
我看那个《楚门的世界》，它中间还老穿插那种打广告嘛，就吵着吵着，然后那个女主就开始打个广告。他的兄弟还那个贴心安慰他，他以为他是那最好的兄弟，结果都是那些假的假的，我拿钱跟你当兄弟，都是假的，拿一罐啤酒去看他。然后是植入广告。来，文成鑫到底了，我特想听你搞什么奇葩的节目？我搞什么奇葩节目？我想一下，就是我还是希望是那种，就是假如就是几个关系好的就是伙伴，就是假如我们这几个人，然后去录那个节目，然后录那个节目的初衷就是让我们互相恶搞别人，然后互相的尔虞我诈这种。哦，你这个估计播出来。每天网上都在撕吧？妈，这不行吗？我的节目就叫兄弟打个引号。哦哇，你这个好像真正的兄弟。哎，我记得韩国是不是有个这个综艺啊？妈，就是他把10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边，然后说要什么拿钱，但是走掉一个人，他们分的就更多，所以这10个人就开始尔虞我诈，在里边想着如何把其他人给搞走，然后尽可能的分更多的钱。可能差不多吧，就是这种。但是我去录这个节目，我肯定很那个什么，我肯定会被撕烂。哎，我觉得这个节目也可以，我也投了，就是有热度，你这个节目是有热度。孙医生没说。他想啊，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我给你想一个节目，这个节目你肯定贼喜欢，就是你睡觉，你就搞一个睡觉的节目。不是有吗？我去了，是有一个睡觉的节目呀。啊，真有啊！真的呀，就是让一个人去一个人的旁边，给他带着那个什么东西，看谁先把谁哄睡着。真有这个节目啊？那我得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对，我觉得那个像这个刚才我们说啥啊，在干嘛呀？就是申医生这种，你就适合策划一个搞个睡觉，我都帮你想好点了。你每天就是，你搞一个那个最强体育生，你就选拔一下，你肯定很喜欢。最强体育生，那估计申医生还是第一个被淘汰了。下一趴没有到下一趴，你还没说呢。不是说完了吗？你没说，就你一个人没说。就是那种吃饭的东西。完整的自己做饭，做那种九转大肠那种，然后给评委吃。是你一个人做还是几个人一块做呀？一群人比赛，对，一群人比赛看谁做的最好。那你这个节目形式已经有了，你换一个市场上没有的。谁做的不好，谁做的最不想让人吃。对，谁做的最黑暗，那个谁就可以获得奖金。来，你这个挺好的啊，就当你过了啊。我至少这个节目形式，我觉得文成鑫应该挺喜欢的，他就喜欢这种参加这种什么，又在曲解我。你不是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节目吗？你肯定就喜欢看谁做的这种贼难吃的东西，你就喜欢看吗？我喜欢看，然后评委吃了还贼难受的那种。是吧？总有一方难受嘛，选手很开心，然后评委贼难受。以往的评委都是很开心，这个评委贼难受。谁乐意当谁当，反正我不当。OK， 其实我觉得这期聊到这儿，我突然有个想法。刚才你们聊这么多，如果我做一个综艺，这个综艺是拍你们在拍一个什么综艺？你说这个综艺会不会很有意思？听懂了？那你这个投资更大了呀，人力是很大的，好吧？怎么大的呢？综艺。你拍我们，首先我们是 OK 了，我们还要拍综艺的话，那肯定我们拍的这些综艺，那肯定又要有人力，你要有资源，要有经济，对吧？
我们这不是在天马行空的想吗？你非得想到这个很实际的这样一个问题上边。我说这个想法是不是也挺好的？就是我拍一个综艺，然后这个综艺呢是拍你们在拍。挺好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综艺可能没有什么感染力，你知道吧？因为我们没有太多可以表现的地方。有感染力，首先我们是有竞争的，你们5个人来，我肯定是一个比赛性质。OK， 我们今天这期主题是来，比如说是亲情，那请你们5个人根据这个亲情，你们自己设计一个综艺，然后我就拍你们如何拍这个亲情的综艺。哦，你这不就是考的设计方案吗？还搞什么拍？那写个纸条给你不就得了喽？那你们得拍出来呀。可以，对吧？可以是吧？那我们这个节目形式我们就先定下来啊。毕竟刚才听完，其实你们对于整个节目的这样一个策划形式，真的好几个让我眼前一亮的，比如我们的赛车综艺啊，就是这个漂移。我觉得这期我们如果真的，但我感觉最近1、2年肯定是有导演会抄掉你这个想法的，一涵你就做好这个准备吧。然后严苛你这个确实想法挺好，但是就是投入蛮大的。对，很大。然后文成新这个呢，我蛮想看的，说实话，我蛮想看的。你就是喜欢看别人尔虞我诈，这个。你说路上有2个人吵架，是不是很多围观群众就会站在旁边吃瓜？就大家都喜欢看这种吃瓜呀，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吃瓜群众嘛。就你如果把这种尔虞我诈拍出来了，那估计真的很多人就喜欢看这种吃瓜情节。确实是，我也喜欢。对，真实版的那个《甄嬛传》嘛。然后林轩浩里这个节目就是适合做一个恋综啊。哦，恋综是吧，林轩浩？我这个好拍，我这投入不大，那下路。对你这个投入不大，就是适合把几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边，然后看能发展出什么关系这种。啊，行啊，行。然后曾义盛，你这个挺不错的，贼不错。做黑暗料理这个，已经有一个那个想做评委的了，文成新这儿准备。什么？我只看，我不乐意吃，谁乐意吃谁吃，我不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我们的事儿啊，我们的事儿就是聊综艺这些事儿啊，乱七八糟的。那个申医生感觉好想下班了，对不对？都在这鼓掌啊！所有人里边就你一个人这儿鼓掌，你是着急下班，对不对？没有。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综艺节目，就是我们下班吧。我们下班吧。好吧，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我们的事儿啊，大家记得点赞、收藏、投币1键3连，快点儿！我就看到你们的。又有这个东西了。1键3连啊，赶快1键3连，我们下周见，各位，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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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